嗨，各位好。那本期会针对 NX10 的这个机床模拟去做一系列的讲解。那主要内容是针对于五轴机床部分那如何从无见到有，然后赋予机床的轴向的运动，然后也包含如何去到后期可以用这个 G 扣或 M 扣的方式来驱动机床仿真。这边的话我们先看一下NX 它在编程的时候主要就是可以产生我们编程的导轨路径。那导轨路径的话，第一阶段就是我们可以直接针对导轨去做一个切削模拟的一个动作。那切削模拟大部分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加工出来的几何形体这样子。那如果说这个导轨编程它是属于五轴，就是属于多轴的一个方面的话，那当然会希望就是说把机器带进来。那驱动方式呢，就会变成就是说，我的导轨编程完了，那我的导轨来驱动这个机器，然后呢，可以预知到它的这个下刀点的位置，以及呢，预知呢它的这个旋转轴或倾斜轴输出的这些角度等等之类的。那或者就是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会讲到呢，就是说如何呢把我们的机床建制完成之后，然后呢来用这个所谓的 G 扣或 M 扣。来驱动我们设定好的这个运动轴，比方说 X、Y、G A B或者是 AC 等等之类的。那至于后面这两个的话呢，将不会在本期的系列里面去做解说。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是针对所谓的数控起床那数控起床呢就有分了所谓的摇篮式。那摇篮式的话，一般我们就是会讲说它是属于 table 的一个方面。那这个的话，大部分都是属于可以做到中小型的那如果说你是属于比较大型的，比方说体积可能已经到800×800啦，或者是说1米以上的那种的五轴，我们称之为叫做呢摆头的黑的。那本期的视频主要是针对就是说先从我们讲的摇篮式 table 的方式呢来做一个讲解。后期的话，看状况，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会讲解到如何去定义呢这个我们讲的摆头的或者是说更后面的，比方说像是属于洗车的它是主要以洗为主，车为辅那它也可以做车，也可以做洗的工作。那甚至说到更后面的属于呢它有上下的这个刀塔比方说照片上面它是属于3个刀塔式的。然后有正负主轴等等之类的。那针对像这种比较更高阶的机器，而且又有更多的这个刀塔的形状呢，那想必在我们讲的工艺水平方面，它也一定要有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水准。如果没有具备这些知识和水准来任意做编程的话，其实很容易就会产生我们讲的机器碰撞，然后造成了机器的损失、停摆这样子之类的等等。所以如果说可以的，如果说后面如果说允许的情况之下或者是说影片的效果不错那我们这边我们就会呢再来针对它呢做这一系列的这个解说。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 NX 这方面我们就针对刚刚讲的那一个刀轨的这个仿真呢我们来做一个动作。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我们有4条的这个刀轨。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刀子在这个上方，可是呢，我们的这个刀具路径其实呢，它是属于有转一个轴向的。那我们要怎么看呢？我们可以点选这个校验刀轨或者是刀轨仿真这个只是一个翻译的一个名词而已。那在这边呢，我们是使用 3D 那我们让它去跑一下。这时候我们可以在画面上就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刀具呢，其实它是转一个轴向的。那这个轴向的话呢，就代表就是说我们在5轴的数控起床上面，它的摇篮式呢，它可能就会转对应的角度等等之类的。那当然这个呢，我们只能就是说第一阶段我们在透过刀轨仿真的时候呢，我们只能预知到什么？预知到它的这个所谓的坐标点 XYG， 可是看不到我们讲的这个旋转轴或倾斜轴，就是讲的 BC AC 或者是 AB 等等之类的。这个呢只是一个定义的一个名词而已，所以呢会进到第2阶段。我们呢会把这个机床呢将它呢定义完成。
那定义完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当然也会赋予机床呢它的这个机构的一个运动的几何，比方说像它的 x 轴、y 轴，然后以及这个 d 轴，或者是这个倾斜轴，我们的定义它叫 b，然后呢旋转轴 c 等等之类的，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定义它。那定义它有什么好处？定义它的话呢，就会变成呢，可以呢，针对它直接呢实现呢所谓的机床的仿真。那这个机床仿真其实是基于刀轨的方式，所以这地方我们可以选择，我根据刀轨呢去做一个模拟。那这模拟出来呢，其实效果呢就是会比刚刚的我们讲的只有刀轨仿真就是多2个数字。我们刚才所讲的呢，这个B 轴跟 C 轴所以还没有在上机加工之前，我们就可以先预设得到我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器，然后我在现实的环境呢，我直接去做的情况之下呢，那我就可以转出一个B 45度，然后 C 90度的一个方式C 负90然后呢，我的机器就会摆这个角度，然后呢来开始进行这个加工的一个过程。好，那你可以看一下它每转一个角度，这个呢 C 的轴向从 C0从 C 负90到 C0 790 C 180它就会做一个旋转，所以它也可以把我们这个切削的过程这个把它洗削完成这样子。那这个呢有什么好？就是至少我可以先预知得到我的这个坐标点等我在控制器上面看，应该会看到这些相关的坐标点以及这个角度。可是它没有办法确保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这个4条的编程它的路径的彼此之间的一个联系它到底它是怎么连起来的？因为其实呢，其实我们这么在看的过程当中，我们只能看得到它就是直接它就切削完成。可是刀轨跟刀轨之间，它要怎么去做一个转换？比方说我可能机器可能要提到某一个高度等等之类的，这方面它就没有办法帮我们实现。所以呢，我们可以进入到第3个阶段，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我这个机床建制完成了，那我也赋予它的轴向的运动定义好了，那我们可以不可以透过这个机床的代码呢，来让它呢驱动这个机器它真实要跑的一个过程？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些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G code 跟 M code。那如果不懂的呢，你可能就要去针对上面这个字呢，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定义那我们这边呢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就可以开始跑这个 G 码跟 M 码。那比方说呢，我们可能等一下会跑到这个 G68.2那这个地方就是它的轴向的一个转动。那你会看得到它在转的过程当中，对不对？它也不是像刚刚的刀一下子就转到那个角度，而是呢真的是有旋转的这个动作而产生出来。然后接下来呢，它去读到它的这个下刀的一个位置，然后等等之类的。好，然后接下来呢就可以开始继续去跑。那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我们呢是有4个刀轨，那这4个刀轨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它怎么把它串接起来？那当然就是有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每个程式的结束跟每个程式的起头那这个我们俗称叫档头跟档尾，就会有个 G0、G91、G28、G0提到某一个高度，然后接下来呢再做一个呢 G68.2的一个宣告，然后接下来再进行下刀的一个动作，然后接下来再做一个洗消。那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很明确的了解，就是说我们是赋予它呢所谓的这个机床的代码，然后配合这个机床的轴向的运动的定义，来实现呢我们讲的 G 码跟 M 码的这个切削仿真。那当然啦，我这边如果说今天如果说这个程式它是外来的，那我想要反读回来，那我想要呢了解一下它的加工的情况，那也是可以实现的。所以呢，我们这边地方呢可以直接呢先做一个代码的输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编辑一下这个代码。好，那我们把刚刚讲的 G91、G28、G0，我们将它删除掉。好，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要存档喽。好，存档完之后，对不对我们接着呢一样回到这个机床仿真。
那我们呢从外部呼叫它。如果说我们没有的话，其实它这个地方其实它还是会保留我们之前输出的一个代码。那我们来看一下有改跟没改的差别，以及它的机床的虚拟的真实情况会是如何。好，那这个我们就从外部就把这个代码就仿真进来了。那我们呢有把里面的 G91、G28呢给移除掉，所以呢，当它在做下一条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它的刀子并没有抬得很高，而是呢可能在以不碰触弓箭的情况之下呢，然后提到相对的安全高度，然后进行弓箭的旋转，然后再来进行的这个洗消。那所以这样子在加工方面呢，其实我们还没有做之前，我们就可以在机器上面可以看得到它的移动的一个几何的一个情况。那可以确保呢我的机器呢也不会撞到。那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等等之类的。好，那如果第一期的影片呢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呢，那也请你们就是帮忙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